俄罗斯和印度之间有关 S-400防空导弹的交易受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程度超出人们的预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先少。在很多人看来，由于西方中断了向俄罗斯提供现代化武器所需要的零配件，中国产品有可能在未来替代西方的来源。但是印度军队公布的文件显示，如果中国真的帮助俄罗斯军工，那么其后果之一有可能让印度军队拥有更多对付中国的先进武器。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由于俄乌冲突，来自俄罗斯的武器采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印度空军大幅度削减了2024财年的预计采购支出，其中由于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以及战斗机备件的供应被迫延迟，而不得不削减这部分开支。印度空军告诉印度议会，虽然政府可用于现代化的资金并不缺乏，但是由于延误，预计将发生的分阶段支付不大可能发生。除了俄罗斯相关武器系统零部件供应的延迟外，印度向俄罗斯付款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去年，印度空军在其资本预算中放弃了183.7亿卢比的相关费用，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军工受西方制裁之后，无法接收到印度军方的付款。对于俄罗斯现在难以正常地向印度交付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目前呢存在着两种说法：一是俄罗斯军队需要在俄乌冲突机遇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所以这些准备出口的 S-400被征用了。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是，俄罗斯已经将原本应该交付给印度的 T-90坦克送上了战场。二是俄罗斯军工因为受到西方制裁，已经无法获得关键零部件，也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产 S-400了。其实从维持俄印特殊军事关系以及 S-400在这场战争中相对有限的作用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或许更大。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俄罗斯无法向印度交付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这件事呢？首先，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很多零部件难以进口，从而造成了其许多高精尖的产品无法大批量生产。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企业也不大可能会帮助俄罗斯军工企业来解决供应链的危机，因为俄罗斯武器一旦大量使用了中国的零部件，那么中国的相关企业有可能会遭到西方的制裁，这个损失或许会比较大。因为中国的一些军工企业未来也要扩大跨国贸易，不能因为出口一些零部件挣点小钱而影响到我们的全球业务。其次，俄罗斯武器的主要客户还包括越南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武器都有可能用来对付中国。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向中国周边国家出口先进武器，但是我们也不能帮着俄罗斯军工企业完成这些军工订单。而且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劝和促谈的立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帮助俄罗斯军工企业提升武器产能，以这个原则就是不相符的了。最后，这件事也证明俄罗斯军工的武器产能对西方零部件的依赖问题比较大。我们过去就提过，俄罗斯军工企业过去看待中国军工时，仍然有一种老大哥的心态，所以在先进武器的零配件的选择上，往往依赖法国、美国等国的产品，比如法国的热成像设备、美国的芯片、韩国的比较落后的有源相阵雷达元器件等等。现在西方已经慢慢收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就直接影响到了俄罗斯军工企业现代武器装备的产能，特别是一些先进武器的产量。俄罗斯军工想重建供应链，或者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来规避制裁，都不是长久之计。此外，中国不大可能帮助俄罗斯军工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俄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将来很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原来采购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国家，由于害怕被美国制裁，又对俄式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
不满意、不信任，很可能会转向从中国采购武器，而中国生产的战斗机、防空导弹、火箭炮、坦克和军舰等产品，都比俄式武器有优势。在未来的军火市场的争夺方面，中国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军品，很可能会逐渐地压过俄罗斯的相关军品，从而与美国展开相应的竞争。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